俄罗斯从去年向美西方提出安全保障协议，到近日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才过去仅仅不到3个月。但实际上，这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横亘在俄乌与西方之间长达8年的顽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鲁娃2月25号在评论乌克兰局势时就表示，这不是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8年。8年来，俄罗斯一直在做出各种努力，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公开这么做就是为了制止战争，而且也是为了不要让它有机会进一步扩大化。而普京已在第2次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俄发动对乌军事行动是因为莫斯科别无选择。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ынужденная мера. Мы просто не оставили никаких шансов поступить иначе. Риски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здали такие, что друг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отреагировать был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Все попытки по нулям. По нулям. Откровенно говоря,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даже удивлен. Но ни на миллиметр не сдвинулись ни по одному вопросу. 2月24号，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别无选择。在此之前的2月21号，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指出，今天瞥一眼地图就能看到西方国家是如何信守北约不东扩承诺的，这是欺骗，一轮又一轮。俄罗斯迎来了北约5轮东扩。乌克兰一直被西方视为遏制俄罗斯的战略桥头堡。冷战时期，美国前国务卿、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就声称，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对俄罗斯来说，明斯克协议签订7年来仍原地踏步，其优势和影响力逐渐被削弱，显然不能坐视不管。评论员魏谷子2月14号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就发表文章预测，战争的急剧扩大是最可能的结果。判断依据来自于几个关键时间节点。首先，拜登上台后，美国不断加大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魏谷子分析，俄罗斯已经意识到必须加快改变世界安全秩序的进程，不能任由美国说了算。去年12月15号，俄罗斯向美国提交了俄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议2份草案文本，主要内容包括俄方要求北约停止进一步东扩，北约承诺不吸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以及北约从中东欧地区撤军和停止部署进攻性武器等。紧接着，美俄双方展开了会谈3部曲。表面上，美国答应和俄罗斯谈判了，但自始至终，美国都没有直面回应俄罗斯的诉求。俄罗斯再次感受到美国毫无诚意。魏谷子注意到，俄罗斯选择在去年12月才提出安全保障倡议，时机大为讲究。甚至这么晚提出来，并且要求又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讨论余地的，那你只能理解成他不想通过外交谈判。还有一个，你要知道，普京屡次说过，美国这个国家他不遵守什么协议的，他任何协议他想退就退。他知道不可信啊，这是第一。第二，他也知道他所做出的那个要求，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欧洲的议会，任何一个国家的议会都不可能通过。魏谷子指出，2月初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的联盟决心2022联合军演，一反常态不在往年的10月份举行，而是在2月份举行。从参加人数和规模来看，也不同寻常。通常这类军演人数不超过9000人，而此次却接近3万人。